Hello，我是萨托利。今天是日本的国定假日春分之日，天气非常好。我们想趁好天气来今年第一次赏樱。我们现在要搭车去神奈川县的生田。从新宿搭小田急线的话，不用半小时就能到了。我们到生田站了。我们从生田站的南口出来，这里有一条五反田川，在五反田川旁边有一排河津樱。从车站出来大概走5分钟，因为比较少人分享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确定划款。但是2天前看到人家说现在是满开。昨天有下一场大雨，不知道还在不在？好像有看到一点点右前方，看起来花还是在。但看到左边这一颗，以为已经全部都空了。左边这一颗是枯枝。这边一整排河津樱好漂亮哦。河水在阳光的照射之下，现在呈现一种很像宝石的颜色。五反田川旁有一整排河津樱，历年的最佳观赏期是3月上旬，今年比较晚开花。今天已经3月20号了，还是开得很美，只是也能看到一些绿叶了。你头发上面有一个樱花花瓣。因为这边人很少，这样散步起来很舒服哎。而且河津樱真的好漂亮哦，粉粉的很可爱。刚才看到好多只好肥的鸟。这里的鸟感觉都营养充足，鸟比人多。这里就是沿着五反田川旁边这样子一排一排河津樱。那一只是鸭子，应该是哦，这里连鸭子都好大只哦。有没有想说今年没有机会看到河津樱？还好这个礼拜有一天假日，而且今天是春分之日。
我们往生田站的方向走回去。从北口这边走去吃午餐，大概走5分钟会到我们想去的店。那预约只能预约这一些比较贵的，我们是想要吃这个，有本日的鱼料理或肉料理、沙拉汤、小甜点跟面包。龙哥点的 A course 是有一道前菜、一道主餐跟饮料，还有面包，而且面包有3个。前菜是鲔鱼冷盘，蛮好吃的，芥末淡淡的，还有橄榄油的味道很香，哇，好脆哦！还没吃就觉得脆，有一点偏咸。鱼料理是煎的鲈鱼，上面有2颗牡蛎，鱼还蛮好吃的，没有什么鱼腥味。牡蛎也煎得蛮香的。被我吓到了，一般的 one plate 我会以为是一个盘子。对，我也会以为是一个盘子，它是一个很大的托盘。对，今天的肉料也是烤鸡腿肉，一盘还蛮大的沙拉，汤是五金浓汤，店家自己做的巧克力蛋糕，我也有3个面包。这烤鸡好好吃哦！下面的酱是什么酱啊？下面是番茄酱，它是鸡腿肉啊，我觉得有蛮扎实的，一只有运动过的鸡。我刚才吃那个牡蛎和鱼好香哦，它表皮煎的好脆哦。这个全力粉面包还蛮好吃的，这个外皮也是很脆，还蛮浓郁，巧克力还蛮香的，但是有点甜。龙哥的 course 本身就有附饮料，我的是加500元加点的红茶，它给好多砂糖哦。我觉得吃的好饱哦，很满足。我们走回生田站，搭一站到隔壁的象丘游园。まもなく向ヶ丘遊園、向ヶ丘遊園です。等一下想要去生田绿地，从南口大概走10几分钟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先从北口出去。从车站大概走5分钟。这间店在自由之丘有开分店，觉得还蛮好吃的。象丘游园这间是本店。吐司都请他帮我们切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明太子法国面包，还买了一个巧克力樱桃面包，很像很厚的费南雪，很大块的费南雪。刚才从车站走过来啊，就发现好多在施工的地方，感觉都是在盖大楼。车站附近的甜点店，刚才也蛮多人在排队的。2024年4月开的，还蛮新的。那好多人在买蛋糕。蛋挞。哦，你心动了。蛋挞好像可以买来吃吃看。巧克力夹心饼看起来很好吃。我们接下来走去生田绿地，从象丘游园站大概走15分钟。
我们想要去生田绿地里面的日本名家园。这里有写前面800公尺。生田绿地有一个全国都市绿化的活动，可惜现在还没开始。差2天。刚才有一位北北站在这边，我还以为他是在卖花的，就那北北只是在拍照而已。这应该是路边的装饰，他做了像一个推车，照着地板的指示走都不怕迷路了。我觉得我今天是不是不应该穿羽绒外套啊？就是今天有点热哎。你昨天还下雪啊？本来想说昨天下雪，今天应该还是很冷。路边有好几个花坛，每一个都很漂亮。那你看它的动物注意，这是一只塔努基吧？这边可能会有狸猫出没。我们走到生田绿地了，进来东口的游客中心。我现在在它旁边，觉得热热的。这是用生田绿地的木材做的石器。这只狸猫好可爱哦，它叫做气江。但是它的身体从中间裂开了，这个是真正的蜂巢哎，超大的。我们现在在东口的游客中心，先去日本名家园，然后再看要走到哪里。这里面好大哦，还有冈本太郎美术馆。左边还有一只狸猫。意思是在这边会遇到狸猫吗？应该是刚好放在那边哎。我们刚才是用走的，其实它也有巴士可以搭。日本名家园里面有20几间彝族的古民家，门票是550元。有几间建筑物现在在施工。这票可以载入人，他还专门做了一本盖纪念章的小本子，很可爱。它有6个盖章的地点，好像有点歪歪的，盖了一个纪念章。日本名家园是一座展示历史建筑的户外博物馆，展示品以古民家为主。总面积约3万平方公尺。从1967年开始，陆续将日本全国各地的古民家移逐过来，现在共保存25栋历史建造物。这栋是旧原家住宅，盖了22年才盖好。原家是原本在中原街道经营肥料的一户人家。这个房子好大，很有空间感，真希望家里也这么大。他们事业做很大哎。它原本是卖肥料的，之后有土地经营，又开了银行，还开了料亭。旧铃木家住宅是澳洲街道的马宿，这里就是让马休息的地方。马休息的地方，隔壁就是厨房哎。这2个府，大的是马用的，小的是人用的。这栋建筑物原本是药店，然后之后变成旅馆。原本是在这边卖药。你看它墙壁上有些牌子，应该是以前的商品。我觉得有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厉害耶，神农感应丸，感觉很强。这个听起来也蛮厉害的，羊血伞。它可以健胃补血，感觉我很需要。神农感应丸可能是用这个器具煎出来的。
这里的古民家不仅能欣赏建筑物外观，还能实际踏入屋内参观，借由屋内展示的农具跟生活用品，能更认识过去的生活形态。我们刚才只是在宿场而已，现在终于要进入村庄了。村庄入口有一个从长野搬过来的水车小屋，道主神是防止不好的东西进入，守护边界的神。这栋是旧佐佐木家住宅，佐佐木家的厕所居然在门口。这间旧江相家住宅原本是在富山县跟岐阜县边境的合掌住宅。在五个山最深处的河川旁边有2个集落，以这个河川为边界，靠岐阜县的叫做加须良，靠富山县的叫做贵。过去这个贵的集落有5间房屋，其中1间就是这一栋山田家。现在很有深入村庄的感觉。山田家隔壁的野原家也是从五个山移筑过来的合掌建筑。五个山的山谷很深，那他们要过河川之类的时候，会用这个人力缆车。旧山下住宅是典型的白川系合掌住宅，而且这现在是一间荞麦面餐厅，可以在合掌屋里面吃荞麦面。真的有一种要进入下一个村庄的感觉。差不多要把马牵出来。低屋檐、多墙壁的封闭型甲州民家。那你进去也要蹲下来，不然你会撞到屋檐。有健康步道的感觉。这一栋现在在整修。在整理它的屋顶。走在这里面，真的很像在村庄里面的感觉。我们快要走到出口了。大概有3个出入口吧，正门、西门，左下角还有一个澳门。原本是在三重县志摩市传越神社境内。一走进来就闻到一股很浓的味道，应该是染料的味道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这前面有一个展望台，我们要去的展望台要从右边走。刚才日本名家园呢，门票550元，我还以为是一个规模蛮小的园区，结果超级大的，很划算。它跟我想象中的展望台不太一样觉得是一个很奇特的建筑物。它看起来好像一座城哦。这展望台可以从4个方向看不同的景色。
蛇长得有点像蚊香。我们要走回一开始进来的地方。哦，原来是从这边下来，就是从入口旁边这条路往上爬。那我们再走15分钟，走回象丘游园站。今天晚餐想吃的店在象丘游园站跟登户站的中间，但是是离登户比较近，从象丘游园大概走5分钟。它的布丁看起来很好吃。它的料理感觉类型还蛮多的，有意大利面、披萨，还有咖喱，还有肉。披萨有几种？这个布丁应该是必点吧，有原味的，还有冰淇淋的，黑芝麻冰淇淋耶，龙哥的最爱。还有我喜欢的柠檬蛋糕。哇，它还有倒掉的冰淇淋，炸茄子、蔬菜、生意大利面，还点了一个玛格丽特披萨。这个披萨有20公分。那我刚才看菜单，他写说，因为他想要模仿意大利的国旗，就红色的番茄，白色的起司，绿色就用罗勒的酱来做。因为整个都是罗勒的味道，口感不太像窑烤披萨那种披萨，它比较厚。但是调味我觉得蛮好吃。它的面是扁的，还蛮 Q 的，觉得意大利面味道还不错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选了柠檬蛋糕。龙哥点了芝麻冰淇淋布丁，布丁真的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我跟芝麻味道好像，布丁感觉有硬度，布丁有很香的蛋味，淡淡的香草味，然后焦糖是带苦味的，觉得蛮好吃的。但是布丁跟黑芝麻冰淇淋会搭吗？不搭也没关系啊，分开吃也很好吃。这个布丁真的很好吃哎，很滑顺，它是偏硬的，但是跟黑芝麻冰淇淋真的不太配，跟鲜奶油或许会比较搭。一开始想象是会像棒蛋糕一样的口感，但是它是 Q 的耶，我以为这是鲜奶油，结果这不是哎，这是优格哎。出来就看到他写今天布丁卖完了，该不会这么幸运吃到最后一个吧？我们走去登户站搭车，从这间店走到登户站2分钟而已。深田绿地里有梅园、玫瑰园等花园，还有好几座展览馆，其中一间就是有名的藤子 F 不二雄博物馆。我对冈本太郎美术馆也很有兴趣，改天有时间再来走走。谢谢大家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